上一期呢，我们通过谷歌模型给大家演示了卡股一侧旋前、一侧旋后，我们的骨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那么我们今天接着上一期的话题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当我们两侧的卡骨同时旋前的时候，我们的骨盆又发生了哪些的变化，又该做如何的调整呢？两侧卡骨旋前这个概念，也许很多同学并不是很熟悉，但是你一定听说过，比如骨盆后倾、骨盆前移或者方形臀、妈妈臀这些名词。那么其实都和两侧卡骨旋前有很大的关联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通过谷歌模型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是我们骨盆的正面，当我们的卡骨向两侧旋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你的两个髂前上棘的距离在变远，也就是骨盆上口是打开的，坐骨是靠近的。此时我们的盆底肌也是被动缩短的，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松弛的状态。在这个形态下，自然而然我们的小腹就很容易突出。我们再从背面看，当两侧卡骨旋前的时候，可以清晰的看到坐骨的靠近，同时我们整个后侧的肌群，尤其是臀肌也是被动缩短的，我们的骶骨会处于一个仰头的状态。因为我们坐骨的靠近，那么我们的股骨相对于骨盆就是一个外展外旋的状态，此时我们的髋关节的内旋内收是被抑制的。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改善呢？那么就反向的练习，让我们的骶骨产生一个点头的状态，然后卡骨向后旋，同时内旋内收，坐骨打开，将我们的骨盆口收回来就可以了。通过上述的演示，可能大家对两侧卡骨旋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，包括我们也说了，我们要通过一个反向的方式将我们的骨盆形态练回来。我们整体的思路是解除你后侧肌群的一些紧张，比如说，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两侧卡骨旋前，那么臀肌训练可能对你并没有任何帮助，反而会加重这个形态。但是臀肌的松解或者离心训练是会有帮助的。那么当我们松解了后侧的这些组织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收髋的练习，让我们的卡骨产生一个内旋内收的力量，去慢慢的改变我们骨盆的一个形态。同时我们也说了，骶骨的点头是有助于我们卡骨的内旋内收的，那么髋关节的内旋又有助于骶骨的点头，因此髋关节的内旋训练是必不可少的。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盆底肌和下核心的一个训练，进一步帮助我们把两个髂前上棘拉近。以上呢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的训练思路。那么针对下腹这个训练呢，老王出过一个线上课，就在我的橱窗里，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购买。如果说你想先通过简单练习自己尝试一下的话，那么我会在评论区把相关的一些练习给大家分享出来，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